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一位生活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园艺爱好者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用咖啡渣和鸡蛋壳来制作有机肥。它做起来简单，用起来方便，效果也不错。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我会把平时吃鸡蛋的蛋壳呢收集在一个竹篮里。这个是我最近收集的咖啡渣。我们先把蛋壳用烤箱烤干，这么多的蛋壳呢，我准备分2次烤。烤干后的蛋壳，等一下我们碾碎起来就方便多了。只有冬天我才用烤箱烤鸡蛋壳，因为鸡蛋壳一直干不透。夏天我就直接把它们放在太阳下暴晒。150度烤个5-6分钟，烤干就可以了，不用把鸡蛋壳烤糊。刚出炉的鸡蛋壳噼噼啪啪的作响，非常烫，我们稍微给它凉一下，然后找一个塑料袋把鸡蛋壳放进去，用擀面棍给它碾碎。我为什么喜欢把咖啡渣和鸡蛋壳一起来沤肥呢？那是因为咖啡渣呢富含氮，也有一些镁元素和钾元素，但是磷和钙的含量严重不足。那么鸡蛋壳呢，恰恰富含钙，而且碾碎后的鸡蛋皮和咖啡渣混合在一起做的肥料呢，很疏松。那么多的鸡蛋壳烤干碾碎之后，只有这些，这样储存鸡蛋壳呢，体积小，不占地方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没烤干的，当时蛋壳叠在了一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要把蛋壳烤干，或者在太阳底下晒干，这样用起来就比较好用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咖啡渣和碾碎的鸡蛋壳混合在一起了。我先用红糖化一点红糖水，红糖水是为了促进咖啡渣的发酵。一般我们做厨余酵素，如果没有发酵菌，都会放一些红糖，作用是一样的。这一步呢，大家可以省略，咖啡渣一样可以发酵，就是需要的时间稍微长一些。而且红糖水呢也没有严格的比例，适量就好。剩下来的呢，我会把它们都倒在厨余桶里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用把红糖化水，把它和咖啡渣直接混合在一起，做成干制的颗粒肥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块状的咖啡渣搓散，再和碎的鸡蛋壳混合在一起。我这些咖啡渣一直在塑料盒子里装着，现在还是湿润的。鸡蛋壳也没有严格的比例，根据你收集蛋壳的多少，还有你自己的喜好，可以随意添加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咖啡渣里呢能够多一点钙元素，同时呢，发酵过的鸡蛋壳里面的钙元素也容易被植物吸收。如果把鸡蛋壳直接撒在土的表面，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，只能滋生小虫子。所以如果把鸡蛋壳直接撒在地里的话，也需要把它和土壤混合，让它慢慢的分解，这样植物才能吸收到鸡蛋壳里的钙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用红糖水给它均匀的喷透，然后盖上盖子。放在一个温暖的有太阳的地方，让它慢慢的发酵，发酵的时间取决于温度。奥克兰白天10几度，晚上5-6度的情况下，这是20天的样子。当中呢，我搅拌过一次。菌丝会从最上面一层开始生长，发酵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搅拌一下。从下面看更清楚一些，菌丝已经均匀地布满了桶的底部，就说明已经发酵好了，我们就可以用了。咖啡渣是属于弱酸性的，它特别适合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，例如山茶花、栀子花、杜鹃、蓝莓、柑橘类，还有这棵茉莉花。这是我秋天新买的一颗茉莉花，当时盆很小，我给它换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。
现在呢，叶子看上去不是特别的精神，有一点点发黄。正好我们可以给它用一点咖啡渣，希望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，下一季它能够花满枝头。另外，我家还有2棵杜鹃花和若干棵栀子花，这样咖啡渣就可以派上用处了。如果你家里也有这些植物，那就非常有必要做一桶咖啡渣肥，给它们有针对性的增加营养。同时，咖啡渣肥既没有异味，又好储存，而且用起来也非常方便。我们只需要在花盆的表面挖一条浅浅的沟，然后把咖啡渣放在里面稍微搅拌一下，不用深埋。咖啡渣的营养成分会通过雨水慢慢地渗透到土里。咖啡渣在土的表面不但不会招惹其他小虫子，而且呢还有一些防虫的作用。同时呢，它又没有异味，非常适合在家里或者 deck 上的盆栽植物使用。如果你家里正好有鸡蛋壳和咖啡渣，那就可以开始动手做起来了。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